两朵花，为例，来说一下这个兄弟牡在花头的写生方面的一些问题。那么首先呢，这个你得把这个构图给构好，就是这两朵花在这个画中啊，谁高谁低，它怎么个安排？我们一般的来说呢，可以采用这种搭一个这个，就像画景框啊，跟我们这个现在所要画的纸啊比例差不多的，搭一个这样的景框。搭个景框之后，你可以在这景框中啊，这样挪动挪远，哎，放大这个缩小，哎，这样呢，你把这个自己在这个框中啊，你看到这个，哎，这个花头的位置啊，你感觉到哎不错，比较优美了。那么这时候呢，大概的构图你心里就有数。作为初学者呢，如果你们一开始写生的时候呢，最好是先用铅笔啊，大概的定一个位。刚才谁有自动铅笔的？我看到老师了没？这里。你看这个铅笔，画板在这里，是吧？就是普通的自动铅笔，或者是普通的那个素描笔，在那边都可以。你们都没削呢。哎，然后呢，不，你们大概的给它这个位置定一下。但是这个只是一个最粗略的定稿啊。我说作为初学者的话，因为我一般像这种写生稿这么大的，我基本上回去以后就直接就用了，就直接当成白描稿用了，作为白描稿用。那么这两朵花是吧？我们要注意，它一朵是面朝这个左上，还有一朵呢是半侧面的啊，是偏向于侧面的这个造型。所以说这个造型呢是在普通的画中呢还是不多见的啊。然后叶子呢，我们既可以写生，也可以不写生，也可以我们回头另外自己去配，或者从别的地方去乾坤大挪移，把它挪移过来，它也可以的啊。它不是说你必须就得和生活中一模一样，首先是这样。下面我因为画牡丹呢画的比较多，所以呢我呢就直接的我就开始画了啊，我就不做那些辅助的工作了。一般画的时候呢，我们先从哪个地方起笔呢？先从它基本上这个情形下就先拿着吧，先从它没有被遮挡的部分起笔。你像这个花瓣，这个侧面的过来，它就基本上没有被遮住。停滞，一进门往左拐。你看一堆人，你说那大高群，往左。这就最大一个城市，全是牡丹花这上面，一进门往左拐。老师都在这讲课了，正在那讲课。花瓣的造型呢，在牡丹花中啊，它有多种多样。像这种呢，我现在画的这种啊，它就属于周围缺齿啊，它比较少的那种。现在你看这个地方，我刚才画的这个，大家应该能看到。啊，这是最漂亮的。不要看比较深，不但不来深。你往后转，这就不是绕一个亭子给你转，绕那2层楼那个亭子一个转过来都有，你转一圈一转。房顶那种。
像这样，左下角这一块呢，就基本上出来了。你们在画的时候，我刚才为什么说要用铅笔啊，画一个粗略的轮廓呢？就是你们在画的过程中，保证这个花头的造型不至于画散了。我经常看很多初学的朋友在写生的时候啊，他前面一个花瓣画的还不错，第二个也还不错，然后画的越多的时候，画到最后就整个大形就散掉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事先在画之前，我们用铅笔轻轻的定个位，就你怎么画它都不超出这个范围内，这样你这个整个的花型啊，它容易保持优美。否则你画的过程中画着画着，你可能最后花型就画散掉了。现在这都是底下的啊，现在开始画中间的部分。画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什么？就是花瓣啊，它本身有大小疏密。比如说，你看这几个贴的就特别紧，是吧？这儿呢就变成疏一点的，像这个地方它叫疏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它就称为密的地方。我们做写生的时候，或者我们有个原则，就是密的地方你给它更密，疏的地方给它更疏，就疏密要能搭配开。现在也有很多初学者画的时候，画到最后就画平均了，所有的花瓣都差不多大，没有哪片特别大，没有哪片特别小，这样画出来就不优美了。写生它是一个学习造型的过程，但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如何让你去表现更优美的画面，从自然界中吸取灵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。所以不要把写生中啊，不要把你写生的像或者不像当成一个主要的东西。这个和中国的写生，它不是西方绘画的素描，不是写真啊，它是写这种大自然界中的这种生机，这种生意盎然的东西啊。所以这个呢，大家呢在写生的时候要不是以像为目的而是以你理解它的生长结构，能把握住它在大自然界中啊这个瞬间的这个鲜活的造型为目的的。所以这个是和我们素描的这个写实性啊，这种素描那种我们一般称它为叫写真啊，它和写真是两码事。
小军在不在啊？在射吧，是吧？是。马上用我谁小吕呢？这儿。用我手机帮我拍一张，马上把我写真的发到微信上。好，拍在哪儿拍啊？老师去那边拍吧。你随便你在哪儿拍，你找个侧面也行，找个地方拍。赵主任老师就行。细碎了地方可以忽略了，还是？对你首先是整个大的造型要优美，然后细碎的好多地方你可以根据画面的需要啊，去自己去主观的去创作，也完全是可以的。你把胳膊架在这里，我给你说。没有，因为我现在必须要这样拖的，你这样拖能稳得住，你就不动，你不动，我能稳得住。你们忘了拿三脚架是吧？嗯。拿过来，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东西呢。他这个写生啊，他有一句话叫“艺术来源于生活，而高于生活”。你现在搞你最后你肯定得根据你，比如说这个不画的差不多了嘛，你肯定得根据他的情况，哎，我再去补，给他补成一张，哪儿觉得这地方平了，就再加一片叶子。但是你对，总的来说你是依照这个造型来画出他这一幅画的这个特点。但是你不是精英聚焦于这个拘泥于每一个细节的拘泥这个。你像再打比方说像这个小的，这个小的，你看他这个，他是你得分析他这个是偏向于丹麦的，他其实你看比较有特点的是这一片。你看我来画。情面儿。最下面的那个。最下面这块。对。我就说，但是要叫我们下手，我们就画出来就不对。好，这片不出来了吗？对吧？然后我从到边上。对，上面那个最上面那个。细的。现在这边到这儿的时候，它被挡住了，所以那个地方我们别慌画，对，再画这个。等于现在
一点。对对对。看眼力嘛，眼力。他坐那位置，咱俩位置有点对，位置不一样。先把它围一下，然后就这个是祝福的部分。先简单先这样，别管它。老师电话。老板托儿，拿这个。不一样，对，他在这个角度嘛，这个角度。对，咱们看好像写的那个是法律里面严厉的，不能选择那个照相。人鲜花不遮的地方。对，先肯定要没被遮挡住的地方，遮挡住的地方你肯定到最后再处理。小月可角度不一样。啊，对。其实这一朵小花画下来挺好看的。靠爸爸，再靠这儿。对，画出来就好。你们在摄影的时候，有一些像这小叶子，你在写生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它太小了，是你把它摄下来之后放大了，重新把它改一下，它就是会是一种很生动的花的造型或者叶子。摄完了就可以给它放大，照完相机再放大再去画。对，你可以改啊，因为你画的时候你可以改嘛，你可以你有时候像这个撩，它的花瓣，白天你们看的时候它已经噎了，知道吧？都已经蔫头蔫脑子了。但是你画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它画得水灵灵的，你可以把它的线画得很流畅啊。因为我们就好像现在。它有的时候这个花是蔫了，蔫头巴脑的了，但不代表它的造型不好看，不代表它的造型不好看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就是今天就是在你这儿学到这个知识了。我们以前就觉得它是啥样，我们就给它画成啥样。那没必要，近一点。你一定要知道你们来写生的目的是什么。你写生的目的如果只为了真实的话，那你就直接用照相机照了，你何必要写生呢？你说对不对？对。那既然写生，那你是肯定要画出你自己认为它很美的地方。好，马上回我们来合影啊！我好高兴。好了，这朵花画出来真美。就是嘛，这难看的这朵花，画在这美。我现在就开始在补了，有些可能是原花上没有的。对，我可能丰满一些哈。这个心里漂亮，咱自己都想不到。这叫高语，高语这个东西了。愿，把这牌子拍下来。艺术来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。我把它打开看看吧。老师给你看的好吧？不用，我这个画的多，我这个画的太多了。昨天在这儿呢。作业。这边没有，我认为的没有。出来个小叶子。你看咱没有给我拍的很挫吧？你相信我的技术吗？是吧？这样这一小花朵，相信的就很漂亮。再来。雷老师，你把它那个周围这个叶子加减版的，说叶子的区别。叶子我一般都是单独画，因为它这种叶子我的画中是不会出现这种叶子，我画的最起码都是像这样的，圆嘟嘟的。它每个人的这个审美不一样。我现在在给你们示范一组叶子的画法啊。叶子的取舍，有时候我就觉得呀，这么多你看现在这样，看这样，你看像这个，我们现在就画这组，就画这组，底下这组啊。你看像这个，你首先得3根筋，这个是不能错的。直接照，哎，对，按那个。这个。就这个你看，你首先得3根筋得画出来。三叉九顶，然后你看，它这儿分了叉，这儿分叉，我们看不见的时候地方它，但是这个地方它就是
我们就把它形成一个顿挫的地方，形成一个顿挫。那么这半边，你别抖啊！然后这样一个大的孔洞，头细了一点。是吧？你看，相应的情怀。这样我们就行了嘛。你要像这个，现在再看这个叶子，我们在画的时候呢，它跟这个又不一样了。那个卷曲的比较厉害，这个是刚出来的。你看它叶子颜色是黄绿色的嘛，所以它叶子还算比较这种，就是标准的牡丹叶子造型比较特点，不像那种上面这种，你看它都已经卷曲的反面都看到很多。你像这个呢，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呢，你首先呢，你看这个呢，你还是3根筋，先把3根筋的位置给定好了。看得很清楚的三个。然后像这个，它就不能像这样画的圆咕隆咚的了，它这种啊，它就比较尖锐。然后它这个底下前方啊，它这儿还有2根，对，对，出来了2根筋，分叉了。这个好画哈，绣，那个带卷曲，这个卷曲的不知道怎么讲。啊，它这样这个，你这个属于，现在画的这2种啊，它属于比较简单的造型。那么如果像遇到马上这复杂的像这样的，那种翻过来呢？看这种呢该怎么画呢？让我们再看啊。现在我就来专门的画或者画这个了，我在这个角度画这个比较好一点。这个翻着，翻着呢，这种刺。这出筋的时候也给它弯一下。对，有的时候带点曲线它好看。然后画上面，不是上面画的这个画这个，哦，然后就画成这个，看见这个，然后画弯身，对。哟，这边唱的什么歌？这是老包，哎，这不是老包人是？是黑脸、黑头，这个唱法是黑头的。豫剧。就点那个。从哪边跑法？我搭来下去。挡着嘛，就是出来了开始挡。啊。就是那个。就得翻一下，就是这张画不成。那它这个我见有的漫画有这个圆夹，有这个尖的，对。有的老师说要尖的，有的老师说要圆。那是根据你个人喜好，那你看于之真画的叶子啊，于之真画的叶子基本上都是尖的，它的叶子基本上像这样比较多一点。于之真画的，它的牡丹叶子比较尖。哎，对，它基本上有点像这样。看着像那个手指头。对。于之真喜欢画这样的叶子。
这样的叶子呢，它比较写实妩媚，是吧？那我平时画的呢，同样的造型的，我喜欢画这样的。可以小姐个尾。画的叶子就是比较胖一点，胖点，它雍容华贵啊，它富态。来一点，杨贵妃的。对啊，那它这两种叶子，它就完全的，你看。对啊。是看你那个白苗，你那这条线跟这不是连着嘞。对，它就这样。然后你像王道宗，假如说这个叶子是王道宗的，他可能会这样。看着更飘逸的。假如说他可能会就感觉到，它有点像这样受精书一样。咱画的小画，对吧？它这3种叶子，它就3种不同的精神。你像这种就比较写实，这种偏向于写实性的。那么这种呢，它就是提炼了，对吧？这种呢就是追求一种个性精神，它是不一样的。不是说圆的叶子就好，尖的就不好，也不是说尖的就好圆的。根据你个人喜好，你符合你自己性格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叶子，然后你像这些，我这些打比方说，我写成像这样的东西，我写生的时候可能会这样写。但我真到我拿回家去搞创作的时候，叶子肯定都改成像这样的了，对吧？你同样的像这样的翻转的，我写真的时候我是这样写，但你要真让我画的时候啊，打比方说我自己来画的时候，你包括线条的体现感觉我都会变。线条更圆一点的，更灵动。这个入画跟真实的，那肯定的，你不可能说，真实的是什么样？好看，比那个更灵动，那个漂亮，对吧？那个本来就，它这个就像白描了，对，这个只是一个线描，只是一个写生的线描稿，那么这个就是白描了，对吧？你再打个比方说，你看这个，如果我就像这样的叶子，我在画到我的画面的时候，它就变了，肯定变了。这个也是你看到那厚水嘟嘟的叶子，有点美感。李老师，这每个人他有每个人的审美特点，审美特点。我画的时候，在我的画面中，它出现的就是这样。那个还不是对了，更美了。那个，我的相机在哪儿呢？相机，你再画个那个枝干吧，那老枝干让我拿。不是，那这样，先把你的相机先给我用一下，我就把这个整个。我现在这画我就不要了，我就把这个拍下来。你是拿出相机的人吗？对，刚才是我拿的，你的把他相机放哪儿了？我们现在呢就来画这个，从这儿到这儿到上面这一组，这个呢，它上面这个成粉的部分啊，大家可能呢会比较好理解一点。这个主要的蓝点呢，有时候在牡丹花的绘制中啊，老干是一个蓝点，那么如果你们有这个，刚才谁拿了铅笔给我的？我有。对。我一直说好了没人用的。你看像这个，你也可以先轻轻的定个位。然后到这个8节的地方。下边要画画的。这是上面的这个要长青的部分。这上面现在已经变成木本化了啊，它这个
出来的时候是像茎一样花茎啊，到枯萎的时候，它底下一小节就变成木粉了。这玩意儿，好，这儿正式开始头上。上写生了吗？是。画么玩意儿？画这个老干，就木质这一部分。好，别动，上面我们就不管了，啊，我们就专门说一下专门说一下老干的情况。你出去了恐怕就进不来了吧？要重买票了吧？对呀、那中午在哪吃饭，老师？我每年写生都是随便搞点面包，找点面包什么的。他这里应该有卖面包的。行。我说他的手腕啥了吧？以前端那个狙击可以练起来。谁？我说小军他拿炮弹。拿那个狙击步枪练出来了，所以老师你以后不用带三脚架，带着它就可以了。还是个移动的，老师这个对，活体的，还会跑。饿了就光合作用一下。我下面看不着，不能把头撕。下面就不管了。哎呀，啊，咋了？像这个老干呢，它首先不能太直，你不能画成像一根笔直的尺一样，肯定不行。但是你也不能画成像老干，有的人画老干，比如说你这样画，那肯定也不行，线条太直了。那你也不能这样画，对吧？你画成一个弯弯溜溜的，像蛇一样，那肯定也不行。你得画出它这个线啊，它得有顿挫关系，有转折。但是呢，它同时又很有力量。从而感觉这个用线啊，它得方中带圆的这种感觉。就老干的用线和我们其他的地方的用线不一样，马上我画到这个嫩芽的时候，它用线就明显的不一样了啊。刚才认识的，这是认的，这是战机。这一小块已经变成木本了。好像你那个就是那个格式也不一样。还重。开始不该是上面的，快点。对，它很小。老黄，刚生出来的小叶子长得跟那手似的。
那你说像刚生出来小叶子，哪个形象好呢？这个在写生的时候啊，就是简单的粗略的画一下就行了。这个你到最后回去再整理，结过细碎的细节啊。不用各个对，细碎的细节就没必要了。但是你把它大概的位置、生长的方向，这个大小啊，大概的位置你就给它标准些了。嫩枝了哈。喂，哎，没走。在那个城乡阁那儿，老师在写生。你来看不？大概就是这个啊，老干部是大概就是这个。你再把这个城乡阁，这个就是毛主席像，毛主席盘像。盘的这个，它其实是这个，我跟你说，它每个部位叫什么名字啊？它上面这个叫现在枯萎，这个叫树皮，中间是花籽，外层这个看到这个是包衣，包衣的在外面，这个现在枯萎的这个萼片，萼片的底是脱叶，它是分成这几层这个结构。你要明白了它的结构之后啊，它再小不要紧，它小它里面的结构和大牡丹是一样的。你看这个，先从包衣开始画。你看我有的画中啊，它包衣会很明显的，像那个香芋它的那张画，它对呀，你那个香芋那个包衣就是很明显的脱开了。对。这上面的柱头。画的这个比较肥一点。对，它不是完全的吻痕。我一般就是，但是我首先强调的，你得把它这个特点给画出来。然后一些细微的细节啊，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这种理想中的这种美来画。这更美化的有点觉得写生。然后就是小叶。反正是李老师一画出来多好看，是不是？要弄个这叫咱画出来不知道是个啥。咱这不会是画这，咱一看是个这，咱就不会画。有走的就看花头啊、花苞啊，这是哪一点啊？这画出来也是。真的是，我差点招了几个牡丹头就回家了，就叫那样。对你们是这样，初学者摄影的时候啊，他就喜欢把花头摄一摄，就回家了。其实你作为绘画来说，既然你这个地方画不好，那你得多摄一点什么这小嫩芽、花黄啊，甚至小梅展开的花苞啊，比如说像这样这一小组嫩芽啊，你看，对吧？这种你看像这样这一小组，你看这个小组嫩芽多好看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在下次你在你的画中，你在合适的位置，你可以生一组嫩芽出来，而且这些东西它就是你自己的了。你们领我的好多人买我的画稿描，你描的再像，它还是我的。你只有从生活中，通过摄影，通过写生，我买你的四平扇。你整理的素材，李老师的对买了可能那个买了可能还是从朋友托买的。我再来画一组这组页啊，好，这组页。这一组。先说好了，大家不要给我抢了，这个等会儿是我的了啊。好。因为我老了，我是老干，我就叫老干。
不是我想要，我一直都没敢开口。俺都开两口，俺都开两口了。今天先来，下回再画的时候给你吧，这个我那先要吧。你后头就是我了。好的，我先要吧这个。李老师，你不好意思开口，我觉得你的学生那么多，他们都等着要呢。我就是不敢开口，我心里这样说，不敢说。我说这人好不自觉，怎么搞的？我珍藏起来，再没人是拆开了架子，不能让别人看了就打走了。你看它这个第二组那个叶子，它生长的不是太规律，这个叶子也是按照它这种画海鲜，对，还是才给它分成了三叉。它不是，那不是，你得这个你不能那个，它有的时候它这样，它可能就是3根筋，但是3根筋都没发育完全。没撑开。啊，对，这个你得按照现实来画。当然你在创作的时候就可以，但是如果你全部一张画中所有的后面的叶子都是前面也是完整的，后面也是完整的，那它有时候就单调了。所以这种生活中碰到的这种就后方的叶子叫没发育完全的嘛，这是一种特殊的门。你看这个就是第一支。像这个呢，它就带点透视了，它这个叶子啊，整个的比较平。因为是写生的，所以呢，有时候我们可能可能更要注重一点这个生活的情绪，对吧？我正常，然后这一步只是写生，如果把它改编成我的，你像这个叶子啊，我现在改编成我李小明的叶子的时候，它就不会这样画。那像这个叶子，我就会这样处理。那我们出画的话，是不是先以这个实际的为？对，先画还是应该是以实际接近一些，对。把这个掌握好了，再升华一下，好肥呀！这个叶子一看就是姓李。就不是你的。他每个人有不同的审美观念。看着更饱满。对。这样看着觉得好看。线有太有味道。这是素描是吧？写生，对吧？它这种就是写生风格，那么这种就是创作。你像这个，如果在创作的话，这个。创作的时候，你肯定连线条都得考虑到。这是外生的，哪个老师？他给他做的东西干嘛？收学生了？写生的。
对吧？它这时候线变这样。那如果像这个像嫩叶，我如果在画，我正常的画的时候，你看我的嫩叶都是这样，看不懂。对，就是这个标准的形状，对对对，很洒脱，它很灵动。啊，这白描稿它也看。嗯，这个线好美。这都非一日之你谈了。看这个像叶片之类的，我在正常的画的时候就是这样。它有的时候很多我就会加入我自己的典型的审美进去。对，加入我自己的。那个叶筋啊，我看一级一级细下来。叶筋是这样。对呀，一级一级细。你看叶筋啊，假如要现在我要画，你不是说3根线画叶筋？我给你画带腐脉的这个叶子。对。我现在是中间的主筋，然后是两边的主筋。这根可以给它确定为最主要的一根筋，然后从这儿。这样，然后你要画腐脉的时候呢，先这样。嗯。对对对。它每一根筋啊，它是尖端都要朝向叶尖。叶尖，很圆，对对对。前面两个密一点，越往后越稀。这两天我就注意观察这个，都很从远绕过来，绕一个圆。前面两个要稍微离得近一点。对对对，这个已经就到中间了。也有。这个在这儿。对吧？叶柄，那叶柄我看。柄的部分它是这样，它一般跟画笔要跟茎啊，要跟花茎啊连上。连着。对，它跟这个连上。你看从这儿长笔，这儿有芽叶。对，而且往上越走越一级一级变细了哟。对。一级一级变细。一级一级变细了。这给你啊。给我，他说他要了，我到后面的时候，下一个给我，下个给你。就画后面的时候就变成2条线了，前面都是3条线，到最后那一幅的时候就2条线。对。啊，等于这样收过去，一点点收过去。我看到最后上面那个叶的时候，它拖住的时候就很细了。不敢。你64年，我很细。国画的白描中啊，它基本上就叫做行云流水描比较多一点了。这叫行云流水描。就像这样的，行云流水。不用。你看像现在这个，我用铅笔不是大概的就把它的这个位置给一定下来了吗？那下一步就开始用，像这种有铅笔底稿的情况下，我一般在写生的时候啊，我就直接给它整理成白描了，我就不会再做写生的画的处理了，因为我已经用铅笔在底下大概的已经定过了。把水笔要当着毛笔来用，你画出来的，你就整理出来的写生稿，它才有用。对，我早上刚才来一位本地的网友画的，就是速写味太重了。他画的很好，大场景也很好，但是他就还得2次提炼。你看，像我这个，你看我这个直接你拿银母宣一过稿，它就完全就是一张很完整的白描了。
真的，我说呀，我有急事儿，我得走了。还说别人给他扎的。我已经提炼了。今天馆长说就多学点东西。对吧？你看这个，它以后它就是一个素材啊。你朝这个方向的叶子，它就是一个备选的素材。任何地方叠加上都漂亮，像这个都成自己东西了。对，哎呀，这个好看。翻上对翻了要对吧？你铅笔再拿来。在这儿。就是要画那个。这不是一直开着呢吗？这角度不行，另外一个因为挡到了，是我们的人的帽子，是我们的人的帽子，是的帽子。你给我就行了，给我就行了。好漂亮啊，那一点叶。是当然会找了，从专业角度来找。你看我们千片万遍也看不见这个叶，就看到花，拍了就往家跑，回去高兴死了，说哎呀，我拍了好多花。管你从哪管的，他从哪管的。他现在是换了哪一朵花？那个可以支起来的那些。对，翻起来真难画。是，要在你往后一画这。胶带画不成。它底下这个叶子这么多。不是，这胶带是画不成。就像咱可能画正面。对。正面叶子。但是你如果全部都是正面叶子，它画面它就会很单调了。就是一张画它就偶尔出一次。对你一定要有翘枝嘛。我经常在视频中说，我说你得有翘枝。像这种它就是画面中的翘枝，知道吗？太可爱了，这个是太提神了哈。活泼一些嘛，对，整个画面更活泼。首先你看这个画，它也是3片叶。其实这张画，它这一片叶是，你看这个是完全是背面，它是面向我们的。然后这一片呢，这2个也是一片，它是面向远处的。那么这一片是面向上面的，它是由这样的3片叶。这个叶是这片叶中间的一部分啊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先画离我们最近的。背对着。对。我还是改成我自己的风格。那素描膏这个定这个是线描，然后这下来就是那个自己做图就搞了就是好。所以还是要，就是你不管怎么画，你首先得理解它的这个造型，然后呢，就是在写生的过程中啊，最好能将这个线描、造型啊加以有机的提炼。如果你是完全的，比如说你是像这个，打比方说你完全的，我见过有些朋友这样画。对，我完全照着画。对，完全的这样写。对。他也不是说不行，但是你这样画，你回去还得2次整理啊。可是我还记都记不住。对啊，你这种生活中的造型，触动我思想，你照着画。对，你只是照着画，你没有总结出它的造型规律，没有总结出它的造型规律。这样画不是说不能画。我就是这样的画。我们能画成这都不错了。我画不了这样，但是我是这种方法。但是你要想，如果你们把
比如说这个花头跟叶子，你们在写生的过程中就把它整理成一个完整的白描。你回家多省事啊，立刻过稿勾白描，勾了完就上色了。那你有种很满足的这个创作感。你像现在这样，你们这个写生回去，很多人可能写了还不知道我来写了有什么用，觉得还不如根据对照变化。这个就是不理解结构。所以画什么东西啊，你一定得理解结构。你像这个，我再给你们画一个这个。这个它像这种叶子，它有时候像我们画大幅作品的时候，它会出现在花头的上方，花头上方的这种叶。它每一片叶在什么位置，你们得搞清楚。正对着。大概的给它。对面。金姐站起来！喂，站起来！没事。好，这叶子我再给你们示范一次啊。轻轻定位就行了。不简单。又给你改成画，画不行。那线条咱都弄不清。老师。你知道这个吗？看一眼，老师。哇，这谁在盗版？买的，他们都是买的。收版权去。对，全是这种的，老师。这是李老师的。全是你的啊？什么感情呢？没给你改成王小明都不错了。李小明名字上面。这是我印的很早的，对，这是我2006年画的。他们好会做东西嘞。2006年画的那个单那里有一千的。叫《千片赤霞》吧，这张好像。真的。好，我就写成这一点。谁的？你爸来。有这样一个粗略的定稿之后啊，那我们就可以直接，还是先从3根酒精啊。但是这时候你在画的时候，因为这个就是定稿，知道吧？这就是我们说的定稿，所以你在定稿的时候，你就必须要注意线条的优美性。这一点点是正的，啊，露出来一点点。小王呢？我来看老师画画。洗个这个叶子画完了就知道，就是看也能。因为我这个要改成我自己的风格，所以我一般在画真正改的时候，我就不看画。就是知道你咋整的了。完全是按照我自己的模式来。画的多了，其实没这样，这经常写的不一样。你这个叶子已经画为刘老师他自己对画了，拿一支画入在家人的情感中。这是门口都有，很远也可以对着您画。说我放到水里，泡了1天还是。太没事了。啊。好看哈。
真好看。这样就特我自己的了。所以你那我们画，我们就真不知道，画完了就画什么东西啊？画完了就忘了。这个其实你们整理成自己的这个风格啊，它也特别重要。特别对，因为来你做不到的，真的。没事，王姐，你不用，你挡住了，就这样就行，你没事。对，它翻过来了。记住了已经，原来可能写过这里是不是？记下来了。好比三叉九顶三主叶子嘛。对，三叉这地方也画清楚了。对，这个是中间那个最高处。这个是中间的这个。这个是中间那个。这是靠我们这边的，这是远处过去的，这是三叉九顶，是吧？你看这个，如果还有一种办法，你先看，你们要如果不是，这啥？帽子。谁给你戴的？你们要如果，例如说像一片叶子，你们要掌握不好啊，你们首先得先把一个纯正面的叶子要理解了。我现在画一个标准的纯正面的，这是个标准项，你们一定要先把标准项先给理解透彻。这不是标准项吗？从中间这个1/2左右，你得先搞清楚一个标准的牡丹叶它是什么样的形状。然后你才能传到变化，中间压住两边，知道吧？压住两边，然后这个地方肩部要高一点，然后瘦，这就我李氏牡丹的标准项，就像过去伟人的标准项一样。你得先把我的叶子这个标准项是什么样？你得先把这个给书上的嘛，然后你把这个标准项搞会了之后，你后面才能考虑到它去怎么变化。我现在打个比方说，这个叶子，我现在要画一个透视盘很强烈的叶子。你看，首先是最中间的，这是最中间的一根主筋，这是边上的3根筋，知道吧？它以这样。那么现在呢，你还是先从中间开始画。那么这个里面能不能看到？大家看到一点点。下面我看。然后把这样稍微。对。趴到下面看着。这不就是一个很生动的叶子吗？这你在创作的时候出现这样的叶片，它就会很生动。太好看了。这个它也是一样，道理其实都是一样。你看我这再画一个，你看这样一个，就是根部啊，像这样有点卷曲过来的叶子。这就是边
边上的这一根呢，3根筋的边上的一根，其实大家看不见，它是连到这儿的，知道吧？它是连过来的。然后呢，这儿，哎，对对，这是主筋了，对吧？然后这一根，它可能从这儿但是它这儿撇过去了，知道吧？它那边撇过去了，你看不见了。对对对，因为它这个是侧的。耷拉下去了。对，那边搭过去了，你看不见了。但是你在画的过程中，你得理解这样的结构，就是牡丹叶啊，它千变万化，怎么变它都是3根筋，怎么变它都脱不了3根筋。然后有的画家呢，你像我画的这个牡丹叶，大家都知道，很熟悉我的啊。我画个最经典的，你像我画的这个牡丹叶，最典型的呢，一般就是这样。对吧？这就是我李小明最喜欢画的这种东西，我喜欢把牡丹叶的这个根部啊画的比较肥，就像这样比较肥。我不说标准像是这样的，但是有的画家不一样。你看，其实很多画家，你像于继高，他喜欢画这样的叶子。你要去看于继高的，于继高的叶子，他所有的牡丹叶片，他的一片牡丹叶，他的一片牡丹叶片的标准像是这样，他也是3根筋，这个是不会错的。我们所有的画家画这样，但是于继高的呢，他的这个标准像就是这样，他的牡丹叶片的标准像啊，这个腰也是瘦，然后前方，知道吧？这个就是于继高的叶子的标准像，他是以这样的，他肩膀不翘，他肩膀是收的，整个腰也是收的，就是腰啊像女的那个裙子一样给系得很细，他腰也是收的。他就是每个人他对于牡丹叶子的标准像，他理解不一样的时候，那么他在这个造型变化的时候，他都会围绕到他自己的这个标准像来进行，好吧？这张是给谁的？一看就看出来。小平3点水草字头的什么粥？周恩来的周。写名字啦？周恩来的周。随便写一下吧。我那个没写吧？那无所谓了。不写了。你的目的是写上老师的名字就行了。周小，大侠的小。目的是现在我都忘了老师写没写名字。萍水相逢的。哎，对对，萍水相逢的萍。这你真过来了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今天好知道了。李老师写生花头的时候，谢谢找一个什么角度？